大家好，我是 John。那随着今年8月初边境的全面开放，不管是游客或者是国际学生，其实慢慢都可以入境。那至少对我身边周围的人来讲，蛮多人都是这1-2个月才入境的。那今天这一集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许多游客或者是国际学生入境的时候会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大众运输该如何去搭乘。那我相信奥克兰应该是纽西兰大众运输最发达的一个城市了。目前奥克兰的大众运输主要可以分成3大类，第一个是火车，第二个是公车，第三个是渡轮。那这3种交通工具其实采用的是一个统一的一个支付工具，就叫做 AT Hope 卡。所以手上有一张 AT Hope 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那 AT Hope 卡可以在什么地方买到呢？像是机场的超市、公车的转运站、火车的转运站，还有一些数不尽的一个零售商店。那我们可以从这个网页里面可以看到，像这边其实有提到，就是说有哪些商店是有贩售到我们的那个 AT Hope 卡。详细的那个网址可以在影片的描述栏找到相关连结。有关于 AT Hope 卡有几件事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那第一件事情就是政府为了要鼓励大家使用大众运输，推出了交通费半价的一个活动。那估计会持续到所谓的2023年的1月31号，而这个半价的优惠包含了 AT Hope 卡的一个购买。所以第二点跟大家分享的是 AT Hope 卡购买的原价其实是一个所谓的10元不可退还的一个成本，加上1元最低的一个储值金哦。那因为半价的关系，所以储值卡的售价一并调整到只要5元，加上1元的最低的储值金，所以等于是6元你就可以买到 AT Hope 卡。那所有的交通工具的搭乘其实都是需要 take on 跟 take off 的。这边其实有提到，你必须要去做所谓的 take on 跟 take off 的动作。如果你忘记做这件事情的话，你在下一次 take on 或 take off 的时候，会直接跟你说3个 zone 的一个 default 的费率哦。那这个3个 zone 的 default 费率其实是还蛮贵的。为什么？因为它直接会跟你恢复原价，它也不会帮你打折。然后 zone 哦，奥克兰大众运输的计费的方式就是by zone计费的。我们可以从这个网页可以看到，整个奥克兰大区哦，总共分为14个计费的 zone。那每一趟搭乘会根据你出入站的 zone 来决定你要付多少钱。那公车跟巴士它是适用相同的票价，而渡轮就是走自己的一个票价。从这里可以看到，这14个 zone 里面，我举个例子，我们假设要从 A zone 到 A zone 的某个地方，但是我们转车经过了 B zone， 但是我们并没有出去，最后是从 A zone 出来，所以我们 take on 跟 take off 都在相同的 zone， 它就只会收一个 zone 的费用，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做法哦。那至于票卡储值的方式哦，其实可以在每个火车站用现金或者是信用卡做储值，记住哦，公车上是不能做储值的，或者是使用线上单次的储值，或者是绑定信用卡或者是银行的账户，可以做所谓的自动加值。那第6点就是，如果想要用线上的功能，像是储值啊，或者是申请学生的优惠，就必须绑定你的 AT Hope 卡到你的 AT Hope 的 account 才能运行哦。那第7点是，使用学生的优惠搭配上目前的半价的搭乘，其实每趟的搭乘至少可以节省60% 以上的花费。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网页上面可以看到，在成人的价钱，它摆不同的 zone， 它会有不同的一个价位。那在套用到学生的方案的部分，它会告诉你，我们会额外的再给你多少的折扣，至少是60% 以上的。那对于穷学生来讲，是非常的值得要去申请的。那待会就跟大家介绍一下学生优惠该怎么去做申请。那学生的优惠要怎么申请呢？AT Hope 卡针对奥克兰大学、奥克兰科技大学跟梅西大学的全职学生，其实有提供线上申请的一个服务哦。那怎么使用呢？我们先登录我们的 MyAT Account， 登录完之后，选择这里有一个所谓的 Apply for Concession， 点进去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个网页里面会把你的卡片的资料给带进来，你要申请的就是所谓的学生的优惠。那再把我们的这边直接说，你看。奥克兰大学、梅西大学跟所谓的奥克兰科技大学，把我们这几个只有这3个的学校可以支援线上的申请。那如果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是，如果你现在修的课并不是他所认为的全职学生，像对我来说，我只修了3门课45学分，在系统上面就会认为你不符合这个规则，他就必须请你走另外一个认证的流程。那这个另外的认证流程就是说，
你必须到学校里面去申请一个所谓的 AT 的 IT， 就是学生的 IT sticker， 这个 concession 的 sticker 贴在你的学生证之后，你才能走它的所谓的 concession application 的 online 的 process， 之后再到像是奥克兰Britomart 的 train station 去里面做最后的认证，才会开启你的学生优惠的一个功能。最后一点就是 AT Hope 有自己的手机的 APP， 可以随时查看所谓的余额、规划路线跟即时发车的状况。在它自己的网页上面也有相同的功能，有一个 January 的 Planner， 你根据这个界面就可以知道你从哪一个站点到哪个站点，它目前的发车的情形跟它的一个时间的表。我相信这会非常的方便因为奥克兰目前它的大众运输误点或者是突然取消的几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最近，而且加上最近还有所谓的铁轨升级工程，导致周末的时候会有非常多的类火车的一个活动出现的规划出现这到底是奥克兰学台湾还是台湾学奥克兰的，我不知道了。那所以发射的状况还是会比APP 的结果还是会比 Google Map 来的准确，那这里大家要注意一下。这边每个公车站牌都会有它的编号，所以可以从 AT Hope Journey 的 Planner 上面的规划其实都会写公车站的编号，那你找起公车站会简单的非常多。至于渡轮的部分也是相同的概念，透过 App 可以查出渡轮的动态。City 的渡轮站其实就在 Britomart Train Station， 过个马路就会到了。讲了这么多我就带大家来实际做一趟从国际机场到 City Center， 透过公车转火车的方式进 City， 我相信对很多刚来的同学生来讲是一个非常便宜又快速的选择在机场出了海关之后，先往右边找一家名叫做 Take Home 的便利商店，在那里就可以买到 AT Hope 卡跟顺便储值那买到交通卡之后，我们就往最左边的门走出去，过了马路就会看到 Airport Link 的公车站。班距是固定的10分钟一班，会开往Puyunui的 Train Station， 就是在那边就可以达到所谓的 Southern Line 跟 Eastern Line 进市区了。那别忘记上下的车都记得要 take on 或者 take off， 否则会被罚钱的。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了，希望透过这集大家可以对奥克兰的大众运输有一些基本的了解，刚来到这个地方就不会这么陌生了。同样的，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你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这样子就可以定期收到我每周的介绍的影片咯。那我们下集见，拜拜。